苏兄，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，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，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。里面请。父亲，孩儿也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你且坐下。今日无论先生来此谈论何种事情，你都可以听。如今太子幽闭，誉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，春风得意，怎么看上去气色反倒不好了呢？苏兄是旧疾，一入冬就会犯。先生如此年轻，竟然会落下旧疾。正因为年轻，不懂得保养，让侯爷操心了。真是难为苏先生了，身体不适，却还要在年关将至出来替誉王殿下走动，真是辛苦了。刚刚侯爷说，誉王殿下春风得意，此话可是出自真心？如何不真？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，除了胆略，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。如今誉王的情形如何，旁人看不出来，难道侯爷您也看不出来吗？太子倒了，誉王殿下觉得寂寞，想要另寻对手。侯爷慧眼。苏先生，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一直都在。可是我说过，誉王和太子一样，并无二致，我谁都不会帮。希望苏先生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。侯爷当初说的话，苏某自然记得。只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形势大改，誉王现在真正的对手早已不是太子。我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太子，我更不会帮着誉王去对付靖王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侯爷怎么能断定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就是誉王呢？难道不是让我帮着誉王去对付靖？苏兄来拜访父亲，难道是想让父亲相帮靖王吗？侯爷可愿意？朝局混乱，后宫凶险，人心叵测，陛下偏私。在此情形之下，靖王对誉王并没有胜券。我安居府邸，好歹算是一个富贵闲人，你却让我卷入一场并没有胜券的争斗当中。是。当今的皇后是我胞妹，誉王是皇后的养子，你让我帮着靖王去对付誉王，与情理不合。确实如此，不合情理又无胜券可握，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？侯爷，您可愿意？愿意。殿下这处流溪别院是夏天避暑用的，这冬天过来
实在是冷了些。虽然时节不对，但此处僻静，倒是一个私下会面的好地方。你确定夏江会来吗？殿下召见，他自然会来。且不论夏江和你师父究竟是什么关系，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，玄镜司怎么肯与争储中的皇子有私下来往？哪里是为了本王？不管是为了什么，只要他肯来就好。多谢侯爷首肯。我刚才做的选择，先生并不觉得意外。侯爷出身簪缨世家，当年风云烈烈，叱咤天下。一腔热血，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？血虽未冷，心却已寒。正因为侯爷对皇上、太子和誉王心寒，我才知道您一定会答应的。于今，父亲，朝局如何，孩儿并不明白，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，能分善恶，能辨是非。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，孩儿心里已明白。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，但日后成败尚不可知。若遇什么凶险之事，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连，难免会连累到你。父亲，既是血脉相连，又何必谈连累二字？父亲做任何的抉择，孩儿都会跟随，绝不后悔。严氏一族出过3位帝师，2位宰辅，有些事情已经沁入骨髓，无需言表。玉清，你虽然未涉朝局，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，却非常人可比。侯爷，请放心，苏某定当全力，不让2位陷入危局之中。君子一诺，生死相随，别的不足挂齿。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，先生请讲。如今靖王和誉王相争的局面已然明朗，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。按照靖王的心性，定然不愿与誉王各分阵营，党同伐异，徒增大量的内耗。但是我懂，靖王虽然不愿意结党，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，应该及时的了解。眼下年关将至，正是各府走动之时。如果靖王和苏先生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，我自会带2位去探查一下。若论这明察秋毫、识人断物的本事，咽喉无人能及。靖王得到您的帮助，必定大有助益。先生过奖了。先生坐于此，我刚才却观之不透啊。本侯想问一句，苏先生可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？父亲，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？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？齐王府10多年前不就已经……是。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，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，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可以出手相帮靖王？为名为利，岂不都是理由？我与先生虽然只有2面之缘，可是以我的观察，名利2字太小，绝非是先生的格局。侯爷过奖了。江左盟威名立于江湖之上，
梅宗主自有梅宗主的傲气，名利之诱，皇权之威，自然不会被你放在眼里。我细细想来，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。我曾经是一位仰慕皇长子的少年，立志投身于齐王府。时至今日，旧制不改，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。如此而已。往事如烟，不宜追之过深。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，请先生不必挂怀。什么时辰了？他若不来，我们不必再等。殿下若是还有当初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，就不会这般急躁了。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？能真心为我萧景还的又有几个？只要二战其一，要等多久我都知道。问题是夏江能做到吗？看来誉王殿下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！夏守尊来了。今日来见殿下，有一事须当在先言明。夏守尊放心，你我之事不关楚魏之政。当然不关楚魏之政，那是因为太子已然不值得考虑了。殿下的眼里现在只有靖王，而我只要助您除掉靖王，这至尊之位不是殿下的，也是殿下的了。我大梁历代帝王，素来最倚重、最信任的都是玄镜司。只要登上大位，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。有誉王殿下与夏守尊联手，这天下还有何事不成？父皇多年来偏信制衡之术，当年用我制衡太子，如今又扶起靖王制衡我，10年复始，可见一斑。但当下6部跟风拥护新主，虽然说看起来我的位阶要高于靖王，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，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早已被他压下。不知道夏守尊对此有何良策？听般若之言，殿下不是已经找准靖王的弱点了吗？找准了又如何？根本无从下手。那桩旧事不仅靖王放不下，就连父皇心里也一直未能释怀。这无缘无故的，我总不好就这么在父皇耳边提起来。到时候说不定靖王没事，我倒先出了眉头。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，那么我们自然是要先造些缘故出来。夏守尊果然有办法，看来手上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。宗主今日也累了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既然同路来了，就让他进来说2句。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，自然是你们去处理，我就去睡觉。快让他进来。是。进来吧，同路。同路见过宗主。
这一身的寒气，往前点，边烤火边说吧。哦，我走得太急，带进了寒气，宗主您见谅。不怕，先喝杯热茶再说。好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小心烫着。没事。宗主，今天的事情不多，13先生命我过来，是有2件事向宗主禀报。谢玉抵达流放地之后，蒙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他。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，但对方下手都不是太狠，可能是以试探之意居多。只要溧阳长公主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，夏江就不敢轻易让谢玉去死。溧阳长公主那边，你还要多安排些人，多加照应，务必让靖王的巡防营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。现在景睿不在他的身边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好。那第2件事呢？哦，13先生已经查明，聂风的夫人夏冬这几个月不在京城，他赶去了嘉兴关。嘉兴关守将魏齐一直是谢玉的左副将，7年前才调离。夏冬此去，想必是想探查一下魏齐是否知道当年旧案的内情吧。但是聂夫人在赶到嘉兴关之前，魏齐突然离奇暴毙。查出是谁下手了吗？应该是玄镜司的暗中所为。其实当年谢玉奔袭梅岭时，魏齐并不在其左右，所知内情也不多。夏江连他的口都要灭，真是一丝内幕都不想让夏董知道。夏江果然敏锐，虽然东姐没有露出什么异样，但他还是起了疑心。好在夏江只是知道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，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听到了谢玉的口供，否则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。东姐那边的安全，你要多加留意。是。桐路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就早点回去吧。告诉13先生，青斑若不会轻易放弃，让他切不可大意。是。怎么了？有话就说。宗主，您觉不觉得桐路最近好像有什么不对？有什么不对？我觉得他最近好像精神了许多，以往每次过来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，这几次过来感觉很匆忙，来了就很着急要走，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倒没觉得有什么，不过真凭看人，一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。真凭素来细心，如果有所察觉，定是有什么缘由。让13先生多加留意吧。是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这儿？只隔一道院墙，离着也近，想着再等等你。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？你明知不是的，多谢你等我。每日若是不看上你一眼，心里都是空的。今天店里很忙吧？这么晚了才回来？啊，想着你应该是饿了，我去给你端些吃的过来。玉娘，我的婚事是我的叔父做主，
我想明日就去跟他说，我要娶你。我是个寡妇，你叔父能同意咱们的亲事吗？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。再说，他知道你的。他怎么会知道我呀？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，我跟他提过你，他说你没问题。我想，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，但最终他会同意的。我听你的。属下见过守尊大人。说吧。夏东大人离开嘉兴关之后，去了临江府，停留3日，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，接着便由吴安道南下了。之后呢？之后便断了踪迹。只是追踪，既不近身又无行动，怎么会跟丢了呢？守尊大人息怒，夏东大人乃是京城高阶掌镜使，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。给我在京城4周严加布控，若有他准备回京的迹象，立即报我知道。是。溧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？溧阳长公主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和给谢琦做了2次法事之外，几乎足不出户。巡防营最近也加强了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，属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。谢玉刚刚被流放，溧阳此时若再出事，陛下恐怕会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。你先停手，盯住长公主府的动向。属下遵命。去吧。是。我今天既然奉诏前来，愿与殿下联手，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。虽不能掀起13年前那样的风暴，但若发挥得意，也足以打靖王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他重新跌入谷底。夏守尊如此有信心，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，还请赐详情。殿下可记得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殊吗？怎么可能忘得掉？当年京城之中，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林家小叔的风头？他最后有那般结局，可见还是张扬太过。林殊身边有2个副将，殿下可记得？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。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，魏征。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，无论是林殊还是他的副将，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？剿灭赤焰叛军时，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，虽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。林谢营帐下一共18名将官，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，但尸身损毁严重，很难分辨。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有2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，其中一个就是魏征。夏守尊是怀疑这个逆犯魏征侥幸逃脱了。我已经确认，逆犯魏征还活着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？药王谷主素天书在琅琊富豪榜排行第7，天下太半药材多出于药王谷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素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收的义子，
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务，名叫素玄，您听说过吗？这个倒也有所耳闻。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虽然名气不怎么响，却娶了依善世家，浔阳云氏独女云飘了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即使在宫中，也有不少人在议论。所谓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。这个素玄如此身份，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，反倒蒙住了玄镜司的眼睛，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他。难道这个素玄就是逆犯魏征？嗯。好，逆犯不死，重掀旧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此人现在身在何处？魏征，赤羽营出身，素性狡诈，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。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，让小徒夏秋前去设伏捉拿。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抓到魏征。怎么，殿下不相信玄镜司的实力吗？他的寒疾已然复发，接下来的几天会很危险。从现在起，闭门谢客，无论谁来，都不要见了。风声如此之紧，想来外面的雪也不小。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，怕是不好熬呢。夏守尊刚才的话，显然是甚有信心呢。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，魏征就可以落网了。诱捕魏征的计划是我亲自核定的，还派了玄镜司多名精锐。绝对万无一失，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摸到他一根指头。有此喜讯，岂能无酒？樊若，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，不知夏守尊打算如何利用此事，给晋王以迎头痛击呢？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。魏征落网，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，但是和靖王之间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。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，除非先造一份他的口供，说他逃亡多年都是由靖王暗中包庇护佑，如此方才有理由把靖王牵涉进这件案子里来。恐怕不行。若是其他人，也许陛下一怒之下不给他喊冤的机会，单看个口供也就处置了。靖王现在什么身份？想要指控他窝藏逆犯，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，何况还是假口供。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，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夏守尊，当年靖王和林殊的关系实在密切。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，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？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，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。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，这一点我已经确认。如此还真是难办，抓到了魏征，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，这没影没形的，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？
夏守尊想必已经有了主意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吧？说出来，大家斟酌斟酌，岂不是更好？誉王殿下，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，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到底能有几分呢？夏守尊此言何意？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抓不到任何他牵涉其中的把柄，对不对？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。那么之后呢？之后，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，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？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，他会作何反应？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。正是。陛下睡不着吗？臣妾添上这安眠香，陛下先闭闭眼睛，养养神吧。朕昨夜又梦见太皇太后了，还有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冥诞。陛下这个时候梦见他，想必是他老人家在天上还记挂着您呢。按照祖宗规矩，太皇太后的这个冥诞，朕要去守灵3日，后宫不得随行。你这个安眠香真好，备一些，给高湛带上。臣妾早就备好了。这深冬天气，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，陛下可要好好珍重啊。还是你知道体贴朕。这后宫之中，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？听说皇后近来有些为难你。皇后娘娘统领6宫，职责所在，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，哪来的为难？你心宽是好事。皇后毕竟是皇后，若是她不过分，你就敬而远之，能忍则忍。但若实在抵受不住，你也要告诉朕才是。虽然没有这样的事，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，臣妾心里真的好生感激。你的性情一向都这么平和，30多年了，竟未大改。若是他也能像你这样，那该多好啊！只可惜他生来性子就是那般刚烈。哼！你曾梦见过他吗？臣妾福薄，未得太皇太后赐梦。你知道，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。朕有好些年
没有梦到过他了。但这一想，有时他就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。你梦见过他吗？告诉朕，他在你的梦里是什么样子的？宸妃姐姐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。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，没有说话，一直冲着我笑。夏守尊这一计可谓攻心为上，实在精妙。以景琰那个脾气，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。如此一来，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他的把柄，但只要他有所行动，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。若能这样，自然是好。只是，不知为何，般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。担忧什么？靖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重，陛下对他也颇有恩宠，可谓局势大好。可魏征说到底，不过是当年林殊身边的一个小小副将，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。以靖王如今的地位，他犯得着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，去冒庇护逆犯、触怒陛下的风险吗？你不知道，靖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，这样的傻事，他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。靖王的性情，般若也略知一二。只是，救了魏征于靖王并无好处，可一旦失手，他如今的大好局势可就全都没了。利弊得失之间差距如此之大，难道靖王就真的不会犹豫？般若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。如今的靖王，毕竟不是当年那个流放在外的皇子，他现在已经有了争储的实力，未必会舍得为了一个魏征，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。誉王殿下，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还是不够了解。您放心，本座别的没有，看人的眼力总是有一些的。我今天之所以会坐在殿下面前百般筹谋，就是因为萧景琰这个人，他是不会变的。夏守尊的眼力自然绝不会错，但是您漏算了一个人。谁？江左梅郎。那个所谓的麒麟才子吗？夏守尊切莫小看了这个麒麟才子。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，即使靖王依然那么任性妄为，不计后果，但梅长苏绝对不是头脑发热之人。当他看破魏征之案，仅为一条引线，只要靖王不去触碰，就不会危及自身。那梅长苏是绝对不会让靖王鲁莽行事的。般若说的没错，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，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。除非
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。